香芋燒排骨是一道典型的家常菜，做法簡單，營養又美味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有時間，我就把最簡單又好吃的做法分享給大家。首先準備一隻香芋，削掉外皮。削完皮的香芋表面有一層粘液，和皮膚直接接觸的話，會引起皮膚過敏。我們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。但是像我做廚師這麼多年，這一點免疫還是有的。去完皮的香芋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。香芋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富含豐富的膳食纖維、粘液蛋白以及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，口感軟糯，能夠促進消化，非常適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把香芋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小長條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新鮮的排骨剁成小段，提前放在清水中浸泡10分鐘左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泡出了很多的血水，這些都是排骨腥味的主要來源。充分的控干水分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新鮮的排骨是不需要焯水的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。接下來簡單醃制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的蠔油、生抽醬油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料酒去腥，加入少許的紅燒醬油上色，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加入小半勺的松茸絲或者是味精，加入胡椒粉去除肉腥味，小半勺的紅薯澱粉或者是玉米澱粉，用我洗净的小手充分抓拌均匀，使調味料和排骨完美的融合。最後加入小半勺的花生油，這樣可以鎖住排骨的營養和水分，在烹飪的過程中不容易流失。放在一旁醃制8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多一點的薑蒜，切成小丁。薑蒜有很好的去腥作用，同時還可以增加菜品的鮮香味。去皮的老薑同樣也切成小丁，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盤中。接下來準備一口鍋，加入多一點的食用油，有條件的可以加入菜籽油，因為菜籽油的烟点比較高，適合油炸。油溫燒到180度，筷子放在油鍋裡面，冒泡泡就剛剛好。接下來把香芋全部倒在鍋中。很多人炸香芋吃起來口感不好，非常油膩，關鍵點就是油溫太低。香芋的肉質鬆散，如果油溫沒有達到高溫，把香芋直接倒在鍋中，會吸收大量的油脂，那樣炸出來吃着就非常油膩。高溫能夠讓香芋快速定型，炸出來外表金黃酥脆。炸制成視頻中這樣，倒在肉勺裡面，充分的控油備用。鍋裡底油，下入醃制好的排骨。我們要提前把排骨炒乾水分，炒出香味。全程開小火，慢慢的煸炒。炒過後的排骨，肉質緊實，不容易散。一直炒到排骨的表面微微收緊，色澤發亮，透出濃郁的肉香。醃制過後的排骨，加了生抽和紅燒醬油。表面有焦糖，在炒制的過程中，我們千萬不能開大火，不然的話很容易燒糊。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把排骨充分的炒出香味。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花椒酒，去除肉腥味，快速翻炒均匀。花椒酒在蒸发的同时，带走了排骨裡面的腥味，使排骨吃起來肉香味更加濃郁。其實挑選排骨也是有技巧的，
我們要挑選這種肉比較多的紫排，不僅方便成熟，同時肉多吃起來也過癮。然後再加入小半碗的溫水，我們要把排骨稍微的燜煮一下，這樣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全程用小火大約燜煮5分鐘左右。排骨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材，富含多種微量元素和礦物質，尤其是长身體的小孩子們，適量的多吃一些排骨，對身體非常有益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排骨的鮮香味。排骨裡面的湯汁不需要收太乾，就像視頻中這樣就可以了。提前準備一個砂鍋，加入菜籽油，油熱之後下入準備好的薑蒜，小火不停地翻炒，把薑蒜的香味徹底的激發出來。砂鍋做菜好處就是保溫锁香，小火慢燜，食材的味道更能相互融合。把炸好的香芋直接鋪在鍋中，接下來把排骨和湯汁全部倒在香芋的表面，排骨裡面的湯汁要全部倒下去，千萬不要浪費了。湯汁是整道菜的鮮美關鍵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整理平整，這樣方便排骨和香芋受熱。蓋上鍋蓋，開最小的火，大約燜煮3分鐘左右，使香芋充分的吸收排骨肉湯以及薑蒜的複合味，而排骨又沾上了香芋獨特的清香，使兩種食材的味道能夠相互滲透融合在一起。砂鍋受热更均匀，同時不會流失水分，香芋越燜越软爛。喜歡吃辣一點的，加入幾個小米椒增加辣味，再次燜2分鐘左右，排骨越燜越入味。整道菜不要太多的調味料，我們吃的是食材的本味。接下來加入準備好的蔥花，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這樣一道排骨燒香芋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。沒有太多的調味料，成品軟糯入味，底層的香芋吸飽了湯汁，綿密軟糯。排骨的肉質緊實不柴，肉香濃郁，不管是作為家常菜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好好吃飯，認真生活。我是煙火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